男人在竹笛内养了一条青蛇，作为杀人武器，中招之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他趁着妻子熟睡，悄悄起身，从暗格中拿出了这条他驯养多年的青竹蛇。左云林再次确认妻子已经熟睡，才放心带着青竹蛇出去行凶。这个手持羽扇的人，就是他今晚的目标——李自成麾下的第一智囊宋献策。左云林开门见山，亮出了大太监曹化淳的画像。左驸马，这么晚来究竟有什么事？左云林高举曹化淳的画像，义父对我恩重如山，你竟然在大庭广众对他出言不逊。这时，宋献策才想起白天他说过的一句肺腑之言：奸臣曹化淳罪大恶极，是死有余辜。左驸马，你想怎么样？左云林冷哼：只要你在我义父画像前叩头认错，我就饶你一命。混账！我宋献策一生只跪拜一个人，就是当今圣上闯王。你要我向奸贼曹化淳卑躬屈膝，休想！左云林本想一招取了宋献策的性命，可转念一想，不能让他死得这么容易，将曹化淳的画像高挂在了墙上。这个小人变脸如翻书。听说宋丞相对丝竹管乐无一不通，不如大家合奏一曲。一奏大家和气收场。竹笛寒气逼人，宋献策顿感不妙，但为时已晚。左云林一招就将竹笛顶在了宋献策的要害。青竹蛇名不虚传，宋献策全身青紫，毙命当场。左云林返回住处，正当他想把青蛇放回暗格时，妻子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看来是瞒不下去了。左云林只能如实相告：兰芝，我将整件事都告诉你了。明天你看见父皇，随便你怎么说。如今兰芝已经有了身孕，他怎么忍心让孩子出生就没了父亲？左云林料定兰芝会袒护自己。果然，痛失良将的李自成传唤了兰芝。宋献策被毒蛇咬死，嫌疑最大的就是左云林，因为左云林的绰号就是青竹郎君，他善用的暗器就是青竹蛇。没有理由的，昨晚他一直都没有起床。真的？正因为云林是青竹郎君，就可以证实凶手不是他。没错，如果真是他做的，不会这样笨，留下证据。左云林利用兰芝为自己洗清了嫌疑，更加得意忘形，竟来调戏陈圆圆。免逆参见驸马爷。请。就在左云林得意忘形之时，李兰芝回来了。左云林，兰芝，你听我说，我只不过试一下吴夫人，同她开个玩笑嘛。这样的理由你也能说得出口？左云林跪地祈求兰芝原谅自己，看着跪在地上的丈夫，兰芝又心软了。可她万万没想到，跪在地上的左云林已经起了杀心，将兰芝拥在怀里。他却看向一旁的秋千，兰芝坐在秋千上，真是太温馨了，笑得嘴都合不上了。身后的左云林却露出了一副阴狠的面孔。秋千越荡越高，兰芝也笑不出来了。左云林要把妻子和他未出世的孩子悠上天，终于把兰芝悠了个底朝天。左云林太狠了，他早对李自成把兵权交给刘宗敏怀恨在心，而且自己接下来的行动绝不能留下李兰芝这个绊脚石。吴三桂，午时已到，快点出来投降！三桂，不要投降！押犯人！老爷，老爷！醒醒！刘宗敏斩了吴三桂的父亲，两军交锋，可以在战场上一决雌雄。可刘宗敏却迫害吴三桂的家人，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吴三桂被逼上了绝路。李自成和刘宗敏也将自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。此时，吴三桂心里只有2个字：报仇。但以山海关3万兵力想反攻李自成，绝无可能。如今只有向多尔衮求援这一条出路了。吴三桂将借兵条约呈给多尔衮过目，割让山海关以北，每年进贡黄金10万。多尔衮装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，可心里却乐开了花。吴三桂已经落入了他和洪承畴的圈套了。我们大清一向对中原没有侵略野心，如果我按照这个条件借兵给你，不是被人说我乘人之危？吴三桂让多尔衮不必在乎世人的流言。李自成攻入京城以来，百姓深受其害，王爷出兵也算是为民请愿。叛臣洪承畴觉得吴三桂所言有理，但3万精兵不能随便借出，担心入皇城之日，吴三桂会像刘备借荆州一样有借无还。只要能恢复中原，我不会说话不算数。
你这样说，这是欺人太甚。多尔衮让两人不用再争了，他有个折中的办法。3旗精兵可以结束，但是一定要由洪承畴来做主帅。为了报仇，为了心爱的陈圆圆，吴三桂答应了多尔衮。清晨，多尔衮将3万精锐集结山海关，听从吴三桂调遣。三桂开始排兵布阵。李自成不知道这多出的3旗兵力，所以这一战一定能出奇制胜。吴三桂安排3旗军稍作休息，而我的士兵就立刻启程，绕到闯贼背面。明天黎明之时，3旗精兵分3路向他们进攻，而我和军队就向他们背面偷袭，前后夹攻，一定会打败闯贼。我一定将他们杀个片甲不留。而此时已经被包围的李自成还全然不知，妄想着让陈圆圆劝降吴三桂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守卫来报，3旗军发起突袭，已经抵挡不住了。随即后方将领来报，吴三桂从背后偷袭，后营已被攻破。刘宗敏当即率兵前去支援，可此时刘宗敏以一己之力，哪还有挽回的余地？很快，刘宗敏和李自成就被围困一处。陕西大环刀刘宗敏江湖排名第2，自然武功不凡，护着李自成几番厮杀，消灭了一队追兵，两人也筋疲力尽，瘫坐在地上。这时，刘宗敏才知道后悔，自己不该扣留陈圆圆，斩了吴三桂的父母。李自成长叹，一切都是天意，让刘宗敏不用自责。这时，追兵又冲了上来，以绳索困住了李自成。刘宗敏近前援手，也中了埋伏。几人拖行之下，刘宗敏将大刀插进地里，才挣脱束缚，救下了快被拖死的李自成。追兵越来越多，打斗中，李自成不免身中一刀。刘宗敏决意留下断后，让李自成先走。面对源源不断的追兵，刘宗敏仍勇不可挡，最后用绳索将其手脚捆住，再抛下一张大网，才生擒了力大无穷的刘宗敏。而李自成虽然逃过了追兵，却改变不了命运。丛林深处，他掉进了猎户的陷阱里，被斩断了双腿。清晨，2个猎户赶来时，还以为抓到了猎物，不想竟是个大活人。得知下面的是李自成，两人当即就要救他出去。不用了，谢谢2位，你们泽心仁厚，我也会帮你们一个忙。我的人头很值钱，我就送给你们去领赏。如今大局已定，吴三桂找到多尔衮，想要归还3万精兵，让其退出山海关。可多尔衮入了关，怎么可能退回去？不但不收回3旗兵力，还加派了2旗兵力，让吴三桂扫清京城内李自成的余党。傍晚，左云林奉命拜请吴三桂参加庆功宴，还带来了满清的官服。吴三桂一口回绝：“我只穿明朝的衣服。”左云林冷哼：“你是大清的功臣，怎么能穿明朝的官服？而且天下老百姓也都不会因为你穿上明朝的衣服，就说你是明朝的忠臣。”左云林让吴三桂学学自己，大丈夫要敢作敢为。人人都骂我汉奸，我一样偏偏要这样做。可惜我还学不到左都统那么厚颜无耻。左云林留下官服，告诉吴三桂是做明朝的罪人，还是大清的功臣，你自己选。庆功宴上，吴三桂还是穿上了清服，他没有退路了。吴将军，这次你的功劳最大，我单独敬你一杯。多谢九王爷。酒过3巡，左云林提议找人弹奏一曲助兴，来人正是柳敬亭。所奏曲目是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哭先帝自缢眉山，敬石刻法誓守扬州，哀长平公主蒙难远走，恨吴三桂引兵入关。吴三桂怒喝：“不要再唱了！”柳敬亭继续唱：“为女人卖国的还有一个洪承畴。”多尔衮拍案而起：“有眼无珠，来，这挖他双目！”蛤蟆功是武学中奇门绝招，不是这么容易学的。老头被困井底40年，竟练成了蛤蟆功。这天，几个太监在废弃的后宫寻找宝物，无意间发现了这口被巨石封住的枯井，可能有宝物在下面。不想几人合力之下，也无法搬开巨石。井口封得这么结实，一定有古怪。几人当即回禀太监总管左云林。在皇宫长大的左云林对枯井的事闻所未闻，当即传唤老太监：“你知不知道西宫花园里的井口为什么有一块大石头一样？”老太监听说过关于枯井的传说，但不知消息是否属实。传闻40年前，在万历皇帝的侍卫中，有一位邪派高手叫江相生，江湖人称小白龙，因其修炼采阴补阳之术，
后宫婢女屡遭迫害，被皇上用砂石活埋在了枯井里。闻言，左云灵当即来到枯井查看，发现枯井四周有很多藻湖，小白龙很可能还活着。老太监认为困在井底40年，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左云灵面露疑惑，绕着枯井走了1周，询问老太监：“这附近是否有一种枣树？”在御花园映月池旁边有几棵枣树。左云灵看着手里的枣湖，映月池一定和这口井相通。众人当即就要打开井口，被左云灵拦住，传令3天内不得靠近这口井。3天后，左云灵才传令掀开井口。果然，巨石刚刚松动，一个老头就爆破而出。被困40年的小白龙重见天日了，一脚一个，电光火石间就解决了3个小太监，再举起1人，旋转1080，送你归西。你就是小白龙江香生？慢着，你这个人真是恩将仇报。江香生冷哼：“我在井底40年，每隔10年就会立下一个誓言。前10年，我为了获得自由，立誓将所有财宝送给救我的人。那么第2个10年，第2个10年，我已经万念俱灰，所以我想，谁救我出来，为婢为奴，我都甘愿。30年，我在井底练成了蛤蟆功。”被困30年时，江香生担心自己的武功失传。闻言，左云灵走上前来：“前辈一定是想将武功传给救你的人。”江香生冷哼：“可惜30年都没人救我。40年，我立下一个毒誓，谁救我出来，我就杀了他。”就在江香生要对左云灵动手之时，发现自己已经提不起内力了。左云灵冷笑：“你已经中毒了。”原来左云灵推迟3天打开井口，就是为了在映月池的枣上下毒。我曾经也发过毒誓，凡被我救的人，一定要有恩于我，或者将你毕生的武功传授给我。江香生为了活命，答应左云灵用武功换取解药，可这种解药必须服用10次才有效，你要交出10门绝技才能活命。清晨，江香生开始传授第1门绝技蛤蟆功，全身蓄尽寒势，运力不吐。只要对手实施攻击，立时便将猛烈无比的劲道反击出去，威力与降龙18掌不相伯仲。可蛤蟆功是奇门功法，极难修炼。左云灵苦练数日，仍是不得其法，怀疑江香生对自己记恨在心，有所隐瞒。我做人一向说话算数，我答应教你武功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教你。说话间，江香生毒发了，向左云灵索求解药。左云灵冷哼：“除非你告诉我为什么每次练蛤蟆功都是力不从心。”这些是你自己的问题呀！左云灵暴怒，他最恨别人说他有问题。可江香生坚持要吃了解药才说出原因。服下解药，江香生如实相告：蛤蟆是生长在阴沟之处，它的生活习惯是阴湿的地方。原来练蛤蟆功要有阴柔内力为辅，而左云灵和曹化群学的是先天功，身上的阴柔之力都被先天功化掉了。回到住处，左云灵反复思考，怎么才能练成阴柔内力。这个小人终于还是想到了办法，在练功时，他装出一副真气逆行、被内力反噬的样子。江香生当即扶他坐下，封住周身要穴，用内力帮左云灵打通经脉。左云灵，你尽量将你的真气压在丹田之下。江香生一心为左云灵疗伤，万万想不到他中了左云灵的化功大法，练不出阴柔内力，我就吸取你的。左云灵，我已经将我所有的武功传授给你，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残忍呢？你已经风烛残年，何必浪费一身功力？吸尽了江香生的功力，左云灵一掌将其击飞出去。你真是这么无情啊！无情？我就是天底下最无情之人。左云灵，你简直是冤鬼的化身呐！左云灵一掌击碎了江香生的头骨，他终于集至阴至阳两股内力于一身，放眼江湖将再无敌手。因为他融合了阴阳两股内力，就可以修炼另外一本秘籍——先天罡气。